Welcome aboard China Sunset Airlines CJ334 to Guangzhou. The flight time is about 45 minutes. 45 minutes. Today's close weather is good. Is 当当，在今天我们要乘坐我国首款自主研制的客机 ARJ21，南航的 ARJ 内部共设90个座位，32式的全经济舱布局。而我们所乘的这架 B652K 是于今年7月29号所交付给南航的，是他们现役中 ARJ 的最新的一架，用嘎嘎现来形容它再合适不过啦。嘿嘿，南航在 ARJ 上使用的登机音乐很独特呀，用了少年这种别样的曲目，经典的梦里水乡啊，这些在登机过程中似乎没有听到它响过一次。机身内部的空间不算很狭窄，前后间距有30到31英寸，拥挤感并不是很明显。像我这种块头大一点的人来说，都没有觉得很挤。而座位上方的安全带指示灯啊，像阅读灯或者呼叫铃这些也是应有尽有。但就这个座椅外观吧，总有种隔壁 YZ25G 的感觉，但是这个舒适度是真的不差，厚度和宽度呢都能达到737的水平，还有那个座椅扶手，确实有点廉价。当然还希望后续出厂的 ARJ 可以再优化一下啊。储物袋旁边还收了一个手机袋，细节。不过最令人惊喜的是，这架飞机上居然装配了 USB 充电口，不过这个充电速度并不尽人意，甚至呢还会出现倒充的情况，但又不是不能用。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的耐心等待，我们的飞机很快就要起飞，请您再次确认安全带是否已经扣好，移动电源处于关闭状态或飞行模式，谢谢。谢谢南方3333，21请您走位。南方3333，我的机雷达判断送到标准加3900，上标压3900，南方3333。滑跑起飞，全程很稳，推背感很足，同时没有出现想象中小型客机可能会存在的不稳的情况。遇到颠簸的时候几乎也不会晃，我感觉这个抗抖能力差不多可以和737系列媲美了。真的很不错，但是这个噪音吧，实在是太大了，从登机吵到离机。不过这也跟我坐在靠尾部的机翼旁有关，而且在引擎旁边的噪音基本可以达到大约90 dB， 其他部分的基本维持在80多 dB。在书面数据上，它和其他飞机差不多，但是 ARJ 的噪音高频更多，因此听起来更尖锐、更刺耳。不过相比之下，机舱前部的噪音就会小一些。如果你真的很嫌吵的话，可以参考隔壁飞行男孩俱乐部的爱德华，他带降噪耳机层的小 tip。客舱服务想多了，毕竟这只是一条计划飞行时间1个小时的短程航线。不过南航还是会在登机时给你1小瓶矿泉水和1份报纸啦，还是不错的。机尾厕所的空间意外的宽敞，厕所内部嘛，我感觉和737差不多，该有的都有，一点也不简陋。下午4点12分，在经过45分钟的飞行后，我们抵达了梅州梅县机场。
等等，国际厅，这个梅县机场竟然还开通了国际航线吗？我天哪，属实没想到啊！梅州机场共设5个停机位，直接从航站楼就可以走过去，连摆渡车都不用，属实是飞有狂喜了。回程的天气就不是那么好了，接近广州的时候云挺厚，而且天色也不算太好，因此正好有机会可以体验一下 ARJ 的阅读灯，但是效果并不算很好，只能勉强照亮报纸上的部分区域，其余地方仍是暗的。哦，对了，顺带一提，如果说你也有计划飞广州到梅州这个航线的话，回广州的时候可以选择右侧靠窗的座位。这样在进京的时候，你就可以一览广州城的全貌了，并且还可以在天上观看广州塔，很漂亮哦。南航的 ARJ21-700型客机装配了通用家的 CF34-10A 发动机，最间距很良心，尾部安全出口的座位还能再宽上一半。这个间距在这种小型飞机上来讲真的很不错，对不胖的人来讲，乘坐 ARJ 几乎无压力，不拥挤。而目前南航已经将它投放至华东、华南地区的部分支线航线上。乘坐 ARJ21的最大好处就是免机建费，能省一笔，而且体验并不算差，甚至可以说还有点惊喜。如果以后我还要飞广东省内航线的话，我依然会考虑乘坐它。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再会喽。